嘿、大家好，欢迎回到星座快评系列。我是最近在忙着追新片，来不及做影片的 Alex。纵观发展了近100年的电影历史，随着时代与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影工业从最一开始的记录生活与艺术表达为主，渐渐的受到市场与大众口味的影响，发展出了许多知名的类型系列作品。像是说到寻宝冒险，就会联想到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黑帮电影的传奇教父3部曲、奇幻魔法的大成者哈利波特、历久不衰的特务不败经典007，到近年来恐怖灵异的丽婴仔宇宙、巨兽对打的哥吉拉怪兽世界、上天入地对抗邪恶的 Marvel 和 DC 超英宇宙。而说到飙车、动作、家庭，你会想到哪个系列呢？相信大多数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脑中会立刻浮现出玩命关头这4个大字吧。这个系列除了在今年迎来了第20个年头外，也推出了最新续作《玩命关头9》。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档期一延再延，但似乎并不影响观众们对这个长青动作系列的期待。一上映便在全球拿下超过6亿美金的票房，可说是疫情期间的最大赢家。不过相较于票房的精彩表现，这次新作的评价可说是10分的2极，烂番茄评分也从前几部的平均70%新鲜度滑落至59%。究竟这部好莱坞爽度指标的续集出了什么问题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电影呢，想要从电影当中学习的话，也请别吝啬的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努力最好的动力哦。当然，我知道荧幕前的你们在想什么，每次只要讨论到这些以爽片著称的电影时，都避不开这个问题。这就爽片啊，逻辑什么的不用太计较嘛，爽就好了。就结果上来说，这样当然没错啦，尤其是像《玩命关头》这种以大场面和人物打斗为卖点，极尽可能用夸张的方式刺激视听体验的电影来说，爽度自然是评估它最直接也最实际的指标。但你是否有想过呢？为什么我们看这类型的电影会感到爽？难道真的只是靠爆破、飞车追逐还有秀肌肉就可以让观众乖乖买单吗？在如今每年全球平均产出5000部电影，光是好莱坞就超过600部电影的情况下，一个系列要不断的推陈出新并维持一定的热度，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若仔细回顾整个玩命关头系列的发展，会发现这个系列也并非如今大红大紫的一帆风顺。事实上，它也经历过许多转型的过程，从前3集的警匪追逐、卧底、赛车的尝试期，后来4到6集确定以唐老大家庭为主的发展期，到如今7、8、9集真正反派现身的成熟期，都可以看出这个系列在各种血脉喷张的动作戏背后，一直致力的调整和寻找让观众有共鸣并愿意参与的核心价值。而说到什么是玩命关头系列的灵魂呢？问10个人，应该会有100个人回答你，正是唐老大重情重义、道义有道的家庭精神。不得不说这个人物的塑造绝对是影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但凡事过多都不会是好事，这个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形象，或许也正是拖垮这部续作的主要原因。一个系列若想要持续的发展下去，拓展世界观绝对是必要的。所以就格局上来说，自然不会像前几部一样只是街头飙车和警匪追逐而已。虽然之后的动作设计已经夸张到连牛顿都不知道爬出坟墓几次了，但忽略到这些刻意吸引眼球的设计，其实玩命关头的剧情发展倒也不能说毫无道理。第6集从亡命之徒到协助警察哈勃抵消罪行，好让家人安全。第7集引入戴克肖为弟弟复仇的剧情，加深了家庭成员的革命情感。到第8集中，幕后大反派赛弗现身，以家人威胁唐老大。这样的剧情安排不仅围绕着唐老大一切以家人为重的核心精神，也加入了哈勃与戴克肖这2个原本敌对的角色，增添了新意，并确立了众人齐力对抗赛弗的主线任务。那对接下来的续集来说，所要做的当然就是按照发展至今的势头，为之后的大结局做铺陈咯。但玩命关头9却选择玩起老套路，忽然冒出了一个从来没有提过的唐老大弟弟雅各作为反派。当然加入新角色是没有问题的之前的哈勃与戴克肖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这次角色的动机却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在经过赛弗事件后，唐老大意识到家人是自己力量来源的同时，也是弱点的软肋，所以决心隐居农场养育儿子，不再掺和江湖纷争。照理来说，除非发生像第7集一样家人受到威胁，或是其他直接性的攻击，唐老大才有可能再次出山嘛。
但这次却是其他成员收到无名氏先生发来的求救信号后来找唐老大支援。那唐老大当然是拒绝的嘛。不过在之后，他又无意间的在影片中发现失联已久弟弟的线索，于是决定参与行动。好，我们先不论无名氏先生到底算不算得上是唐老大家庭的一份子，光是比较一下，一边是失联半辈子还断绝关系的弟弟，另一边是历尽千辛好不容易失而复得的儿子，怎么想都不可能抛下还年幼的儿子吧。再说一直以来唐老大都秉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处事原则，团队成员应该也都很清楚才对啊。结果却因为无名氏先生的一个求救影片，就要大家再度置身危险，也丝毫不管为什么政府的工作要交给他们这群民间人士来负责。不得不说，这样的行为不仅很白目，也毫无道理可言。就任何逻辑来说都不合理。就我来看，更合乎他们行为的安排应该是，三人接到无名氏先生的任务后，不想要影响唐老大，所以决定自己解决。没想到却出了意外，被唐老大的弟弟雅各抓住，这才引出了唐老大出面与弟弟对抗，并拯救家庭成员的剧情。怎么说，这都比较符合整个玩命系列的调性和角色的行为逻辑吧。然而不只是开头而已，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行为可说是充斥了整部电影，更别提众多十分煞风景的尴尬对话了。不仅打断了吸引观众进场最主要原因动作戏的节奏，还让整个行动看起来毫无章法，像极了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业余团队。再看唐老大八成都是以 family 来 family 去的台词，你不说我还以为本片的最大支路是银行或超商嘞。那要说剧情有问题需要改进就算了，毕竟本来就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故事嘛。但这次的许多安排都很明显像上述一样，稍微想一下就能更合乎情理。虽然我们常调侃看爽片不需要带脑子，但观众脖子上那东西也不是装饰品啊。如此明显的敷衍了事和故技重施，不仅砸了自己的招牌，也让人失去想支持的动力与耐心。唉，说了这么多，回到最一开始提到的问题，一部爽片真的只靠大场面就可以了吗？当然没这么简单咯。因为在爽的情绪背后，是观众愿意为角色投入情感，并希望他们获得胜利的心情。这不是喊喊口号或耍帅打架就好，更重要的是角色在面对困境时做出的抉择所证明的价值观。在故事的解剖书中提到，角色在追求渴望的事物时，必然会遭遇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这样的落差让角色必须为了达成目标，不断的付出更高的风险，直到最后一次行动超过了观众的想象。这时观众就会自然的忽略掉所谓的合理性，因为角色已经满足了他们情绪上的真实感。观众想从电影中获得的，无非就是一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故事体验。这之中最关键的，莫过于角色自身的改变。而玩命关头系列一直以来的方式都是用外在事件凸显唐老大家庭精神的伟大，但唐老大自己却从未反思过家庭的观念是否正确，也没有思考过为了守护家人可能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连带问题。当然，你可以说这些本来就不是玩命系列的重心，但内在矛盾的探讨既可以带出唐老大这个角色更多的面向，也能让系列跳脱个人英雄主义的既定公式，还可以延伸更多值得探索的角色关系，而不是没戏唱了就不断的塞新角色，或者是用复活大法，让固定班底沦为打酱油的陪衬。这点我觉得也可以借鉴另外一个以动作戏闻名的系列电影《不可能的任务》。在这个也已经超过20年的长青系列中，阿汤哥饰演的伊森·韩特同样是一位智勇双全、不愿为了任务而牺牲少数人的秘密特务。虽然每一集的套路都是大同小异的赋予任务、执行计划到最终阻止反派，但在2018年的最新作《全面瓦解》中，却借由大反派连恩引出了医生不愿牺牲小我的个性与应该顾全大我特务身份间的矛盾。如同唐老大之于家人，不可能任务的系列核心，正是医生如何贯彻这样的信念，达成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而这集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将焦点由原本的阻止邪恶势力，转移到了医生这个角色该如何面对看似无解的内在矛盾。不仅为这个基本已经定型的角色塑造了全新的形象，同时也让这个系列一直在强调的理念得以让观众重新的认同。或许玩命关头并不想也不会走向不可能任务挖掘角色深度的道路，但身为一个只要每次推出新作都一定会进戏院支持的粉丝，
我还是希望剩下来的2部不要只是在为角色的耍帅或知名度而服务，而是能真正的为唐老大这个角色以及这个世界好好的书写一个值得的结局吧。那么今天的芯片快评就先聊到这咯，抱歉一不小心又废话了一大堆，只是希望看到这部影片的朋友能了解，每部影片的成功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轻松，就算只是被称作爽片的爆米花电影，背后也都有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下次如果还有人跟你说啊，爽片就不用动脑啊，那就请转传这支影片，好好的打脸他吧。那对本片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想推荐的影集或电影，都欢迎在底下留言互动。如果你对深度解析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去看看我之前所做过的何谓自由、秒懂天能与最近刚完结的阿德勒自我成长课系列。目前也有黑羊效应、后真相时代和一起看什么影剧推荐系列正在持续更新当中，之后也预计会再推出更多的主题深度探讨系列，还请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咯。Hold on, you're too old to drive. Alright, Dom, what's next? No matter how old you are, no one outruns their past. Maybe this is the end, but we're gonna go out together. Let's go to work. Don't tell me you're thinking what I think you're thinking. There's no bridge. Oh, hell no.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请帮我按赞和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电影不只是娱乐，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它来去之间总会有个画面令你驻足。欢迎各位爱电影、爱人生的朋友来与我们一同学习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电影学，学电影，我们下回再见咯。